二戰時期，侵華的日軍高層都有誰？二戰期間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，那是中华民族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。当時有那麼一批日本軍政高层，鐵了心要把侵華戰爭打到底。這些人後來虽然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，但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，才能讓我們更清楚和平來之不易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這10位雙手沾滿鮮血的侵略者。頭一個就得說東條英機，這人是日本陸軍大将，還當過戰時首相，是軍國主義最狂熱的代表。1884年生的他，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一路高升。1935年當關東軍憲兵司令時，就對東北抗日力量下狠手。後來組了內閣，更是變本加厲，三光政策、以戰養戰，全是他的手筆。最可恨的是，他還批准用細菌部隊，多少中國老百姓死在他手上。最後在東京審判的時候判了绞刑。1948年年底在巢押監獄上了绞架。再說松井石根，這人大家應該不陌生，南京大屠殺的头號元凶。1878年生的老鬼子，1937年带着部隊打进南京，縱容手下燒殺搶掠30多天，30萬同胞遇難。後來國際輿論罵聲太大，他被召回日本，可戰後還是沒跑掉。遠東軍事法庭判了绞刑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臨死都不認賬，只說有違紀事件，但歷史早有定論。土肥原贤二就得重點提了，這人是個中國通，中文說的比中国人還溜。從918事變到伪滿洲國，再到華北自治，全是他在背後捣鬼。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搞間谍活動，扶植傀儡政权，把中國分裂成幾塊才好下手。後來当了大将，1948年和東條英機一起上了绞架。板垣征四郎也是個狠角色，918事变就是他參與策劃的。當第5師團長的時候，打了忻口會戰和太原會戰。後來當了陸軍大臣，又搞對華持久戰。這人打仗有一套，但手段極其殘忍，最後也逃不過绞刑的懲罰。廣田弘毅有點特殊，他是唯一被绞死的文官。當外相的時候搞協和外交，其實就是為軍事擴張打掩護。當首相期間和軍部穿一條褲子，批准了國策基準，給全面侵華開了綠燈。雖然沒直接帶兵，但政策上的罪過一樣致命。木村兵太郎有個外號叫緬甸屠夫，但他在中國戰場上也沒少作惡，在山東掃蕩沂蒙山區，後來去緬甸修死亡鐵路，幾萬戰俘和勞工被他折磨死。這種人判絞刑都是輕的。武藤章這人是參謀出身，南京作戰時他起草的擴大戰果指令直接助長了城裡的暴行。後來在菲律賓搞鎮壓，壞事幹盡，1948年上了绞架。梅津美治郎大家可能有點耳熟，1935年和梅協定就是他逼着中國簽的，把中央軍趕出河北。後來當關東軍司令、參謀總長，一直是侵華的核心人物。不過他没判死刑，是无期徒刑。1949年病死在監獄裡。杉山元是陸軍元帥，77事變後當了陸軍大臣，是他拍板增兵華北的。後來当了華北方面軍司令，打了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。1944年的1號作戰也是他策劃的。日本投降後，他倒乾脆直接在司令部開槍自殺了，算是這批人裡唯一自己了斷的。最後一個田俊六也是元帥，從上海打到南京，後來當中国派遣軍總司令，統籌所有侵華日軍，他判了無期徒刑。1954年假釋，1962年才死，算是多活了10幾年。